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的频道。今天视频的主角是小米15 Ultra。为什么买白的？因为那个黑银的质感太差了。那不补了啊！我们有200块钱不补领了。那不行，那不补。那个质感太差，我是为了你们考虑。15 Ultra 是一个6000毫安时的电池，然后是一个2K 的分辨率。还有呢，它的上一代小米14 Ultra 5300的电池，2K 的分辨率，以及我们为它挑选的对手。目前拍照最强的手机 vivo X200 Pro。什么叫目前小米15 Ultra 不是吗？我觉得它现在还不是，好吧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上来之前开，好不好1.5T 6000毫安时电池。相关的设置以及流程呢，我们会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。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。哎，没想到现在都3月份了，居然比我们冬天最冷的时候还要冷啊！今天只有2到6度。这手套都戴上了。太冷了，必须要戴给我手上。一个。不给。另外，小米15 Ultra 也是宣传是夜神啊，我们就想看看它晚上拍照怎么样。所以今天我们开始的时间会比平常晚一点，现在已经12点多了，那我们赶紧去中午吃个饭吧。先高德地图步行导航去中午吃饭的地方，走吧。小米14 Ultra 已经发布1年了，所以我们买的二手，它电池健康呢只有96%了。导航的过程中呢，我们会顺便刷一刷美团啊，看中午吃什么。刚开始这个小米15 Ultra 就出状况了。我们沿着这个导航的路线走的，但是小米15 Ultra 我开了视角跟随，它的箭头是指向了路线的反方向，但是我现在是跟着这个路线走的。另外2台没有什么问题啊。那我退出重进一下吧。怎么还是反的？怎么还是反的？那我退出高德地图再重新来一下。现在重新进入高德地图以后，它就好了。OK， 没缓过来是吧？应该是没缓过来。现在导航要我们往右边走啊，但是我们一不小心，就走错了。然后我这台小米15 Ultra 呢，它在低亮度的灰色界面是有一点点的阴阳屏啊，拍是拍不出来的，但是我肉眼看着有一点点，我看得出来一点点。然后我打算测试完以后去换个机。现在轮到他来当人体蜈蚣中间那个人啊。你这不已经变了吗？刚刚变的。我没有，你走到他这个位置来。我也没有啊。OK， 还是 vivo X200 Pro 领先一筹啊！我们现在在同一个位置了，它率先重新规划了路线。2台小米都没有规划，那我们2个让它再等一会儿。小米15 Ultra 现在已经规划了，但是14 Ultra 还没有。那我继续往前走。哎呦，好了，变了。这3个人差的有这么远吗？我们刚刚都开关了一下自动亮度啊，左边的X200 Pro 跟右边的小米15 Ultra 都挺亮的，只有中间的小米14 Ultra 会稍微低一点啊。然后我发现了滑点，只有我的 vivo 是100%的电量。然后你有灵动岛，原子岛。我们小米的在这里啊。焦点通知懂不懂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快速刷一下美团吧。我感觉 vivo 是有一点点，它就是到底的时候会有一点吗？我们3台手机导航的最终地点都是北辰三亚洲2号口啊，但是只有小米14 Ultra 它规划的路线是靠里的，我们也是会在这条路上走啊。那我就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了呀。可是你现在的实时位置是不对的呀，你到里面去了啊。你看其他2台这个位置是对的呀。但是就是说它规划的路线是对的，所以今天这一段我肯定是领先的，虽然它不准啊。而且3台手机啊，我们都是把它们的屏幕的那个色彩模式调到了专业啊。但是现在这个亮度大家可以看到吧，就左边的 vivo X200 Pro 要明显的高很多啊。vivo已经改过自新了，现在不偷了，对吧？我们14一直就这样的。不是，我们小米一直是这样的。对，我们小米一直是这样的，就是很中规中矩的一个亮度啊。串着。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。为什么这个小米15 Ultra 它这个老是面朝马路对面啊？就你箭头位置永远是错的，啥情况啊？对啊。它定位是对的啊，定位很准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个15 Ultra 它已经开关过一次高德地图了，现在还是这种情况，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太奇怪了吧？刚才我通过这样的扭动啊，成功的把它的那个箭头给扭正了啊。物理扭什么？你在扭什么？我想扭，我也扭对了，好，真牛逼。完了，我得继续扭。小米14 Ultra 虽然规划路线是最准的，但是它定位一直在路线上，我们其实是在道路的里侧的。它的定位是没有另外2台手机准的。我们刚才又做了一个十字路口呀，我的X200 Pro 位置怎么错了？它就是刚过来是错的啊，之前是对的。过了刚刚那个马路之后，14 Ultra 规划路线跟另外2台手机一样，都在马路对面，并且它现在定位也是错的。现在只有小米15 Ultra 的位置是对的呀，虽然它路线还是错的。然后在这一段路的过程中呢，它也是又一次的它那个箭头指歪了，我通过一些物理的扭动把它掰正了啊，掰直了。15 Ultra 的表现在上一段路其实跟X200 Pro 是差不太多的啊。
别扭了。我让他扭对了一下又回去了，继哎呀，放续走吧弃。吧，你没有我这种技术是不行的。我们现在又走多了一个十字路口啊，在张张的这一段路程中呢，vivo 的定位一直都是错的呀。然后小米15 Ultra 刚刚一直是对的，然后过了这个十字路口以后就变错了。是这样的，小米15 Ultra 现在我们指向的是这个楼里面啊，然后小米15 Ultra 就为什么它还是指向前面呢？就它的这个箭头不明显呗。脑筋转不过来了。你看其他2台都是对的呀。但是我要说一下啊，14 Ultra 刚刚也出现过这个问题，但是我放平之后，它的这个箭头就恢复了。而且在刚刚的这一段路上啊 ，vivo 的亮度是遥遥领先的。我们现在往里面走了，那你们快去调理吧，既然都错了。你不一样的吗？我再说好吧。你不能再说，走吧，调理。这小米15 Ultra 的箭头又指向马路对面了。我们现在是沿着路线走的，他们2个都是对的。你这今天已经出现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了啊！这个导航就是有问题啊。没设备好，没设备好。才发布嘛，才发布。你看14 Ultra 就是正确的啊，所以说这个就是没设备好的。你们2个位置都是错的，就我位置是对的，好不好？你等会儿就错了。我手机死机了。啊？我们刷美团为什么就我手机死机了。其他2台都没问题啊？我之前有小米15也死机过，刷不动了。这个能刷出来，这个能出来，但是你的应用内你们上下滑也滑不动，点也点不了。左右呢？左右点不了。小米是没有刷到底的啊。别急啊，退也退不出去。哇，死机了！我小米15也这样的。无响应了，没了无响应了。哇！正版啊，正版，这绝对是正版吧，家人们，这必然是正版。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，我们从来没遇到过。我小米15也是这样的。好吧，那你退出来再重进吧。啊，好了，好像已经好了。OK。这个导航也还是错的。指的方向也是错的。对。哇，这个好吧。正版。今天小米15这么撞撞频出，但也没事儿，好吧。这台手机之后可能还会测了2、3遍，不用急啊。那我本来只是觉得它有阴阳屏想换机啊，现在我觉得它这个导航和这个死机我也想换机啊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，今天导航了42分钟啊。因为今天这个确实对不起啊，这个米系出的问题有点多，状况不断。然后整个过程中呢，小米14 Ultra 就是它的规划路线跟定位都是最不灵敏的，但是在中间的那一次，它规划路线莫名其妙就对了，其他就没什么了。这个小米15 Ultra 今天这个导航这个问题太多了，然后为什么我只有39分钟？因为中途高德是重启了一次啊，我。vivo X200 Pro 表现我觉得还比较满意吧，就是后半段有一点路程的时候，它的定位在飘，其他都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期间呢，我们还刷了12分钟的美团，现在 vivo 还剩90%的电，14 Ultra 还有85%的电。我这小米15 Ultra 还剩91%的电。现在是下午的1点01分，我们只用了46分钟的手机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他先去厕所吃一下甜品，好吧？傻话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进到厕所里了。现在3台手机全都是4G 啊。我们3台手机都是开了环境色自适应，可以看到左边的 vivo 是最明显的，它是偏黄的。中间的14 Ultra 感觉有一点绿啊，而且它的亮度都是最低的，我们都开关过自动亮度了。我们现在直接打个电话，都通了，都秒通啊！好的，现在我们在微信里同时发送一个消息啊，3、2、1，点。2台小米都出现了那个图标卡住的问题，但是发的比 vivo 还要快吧？比我还没有发出来还在转哦。完了呀，vivo 转。发出来了，先收到再发出来。现在我们都在刷微博的同城啊，基本是同一时间进入到这个界面了，只有左边的 vivo 什么显示都没有。14 Ultra 图片也没有加载出来啊，15 Ultra 的表现是最好的。怎么说啊，遥遥领先啊！无敌了，哦，真的快！14再刷一下，也刷不动。这个 vivo 给它重进一下看看吧。哎，14 Ultra 刷出来了新的，但是图片还在加载，有点慢哦。还是不行哦，不看它了吧，就来看一下2台前后位的对比吧。送。哎，vivo 出来了。好 ，vivo 现在已经加载出来了，我们同时刷新一下，3、2、1，送。15、14 ，vivo 还是不行啊，最慢。vivo 就是信号很差，不如这2个。我们现在换到抖音啦，现在是14 Ultra 落后了。15 Ultra 是可以看到画面的啊，它在动呢，点看 vivo 不动呢。
14 Ultra 是什么都没有啊，还在加载。哦，好的，这把3台手机都缓过来了。但是14 Ultra 还是会差一点，它会有加载不出来的情况。对，你看它头像都没有，而且不动。然后 vivo 和15 Ultra 都还基本上能看。我们现在同时点的评论区，3、2、1点。哇，还是15 Ultra 快一点。我感觉15 Ultra 在这里面信号基本上没有受影响哎。vivo 啥情况？那 vivo 是评论出来最慢的。那我们现在换电信卡试试吧。我们现在在微信里同时发送3的表情，3、2、1点。都很快，都很快。现在我们再同时刷新一下微博，3、2、1送。哟，还是15 Ultra 最快。14 Ultra， 来，我们再来一遍。 vivo 不服啊。3、2、1送。哦，这把差不多了，我们再来一遍。3、2、1送。它就是还是15 Ultra 最快。我们稍微往下滑滑看吧。加载也没什么问题。vivo 会有大量的这个图片加载不出来的情况吗？小米2台小米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我们最后再来刷一下抖音，来吧。vivo 会有这种加载不出来的黑屏的情况。我感觉这个抖音应该是14 Ultra 表现最好，这15 Ultra 也有一些加载的问题。好，现在我们同时快刷看一下。你看15 Ultra 哎，没画面了，是吧？它抖音也是有点加载问题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同时点一下评论区，3、2、1走。感觉差不多。你为什么又不进来？我给你们买咖啡去了，看对吧？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怎么说啊15 Ultra 最好啊，其次是14 Ultra， X200 Pro 最差，而且差的还挺多的。因为你没有买1T 的版本，我手上这台1T 的版本，它有信号增强系统。的交出来。我不交出来。那我们现在到这个信号比较好的这个饭店啊，来下载一个1G 的视频素材啊，来点。3个手机现在全都是联通的5G 网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只有我的 vivo 有广照？哎，速度差不多，都是10兆左右啊。我觉得我的 vivo 下的稍微快一点。哎，中间的小米14 Ultra 抢了，它15了 ，vivo 只有3了。完了，中间的把两边全抢完了。不是说中间的信号会差吗？啊？你那张不是中间被另外两边吸干吗？那很明显，现在是14 Ultra 吸干了呀。吸两头是吧？吸两头，你太恶心了。下完了。哦 vivo 加油！哦 vivo 开始，哦 vivo 抢到了 ，OK。哎，差不多其实。好，我宣布 vivo 赢了。你怎么就全部了呀？而且这个环境色自适应啊，还是老生常谈的这个问题。就2台小米啊，都不是很明显，但 vivo 这个是很明显的。我们都开关过自动亮度啊，中间的这个小米14 Ultra 好像是最暗的。是的，但它速度是最快的。哇 vivo 赢了 vivo 赢了 ，vivo 比小米15 Ultra 快了大概1秒钟的样子啊。我们在微信里面拍了1分钟的视频，几乎是同时拍完的。现在我们同时来传一下，看谁快一点。点。左边的 vivo 好像导得快一点。它跟15 Ultra 差不多是同时间发的啊，14 Ultra 会稍微慢一点。哦，15 Ultra 第一个发完的。现在我们3台手机都是电信打电话，联通上网，同时来刷一下抖音啊，看看他们双塔双待会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来刷。我觉得你们的内容有问题，感觉15 Ultra 好像没怎么卡过这个速度。那我们再快一点，快一点刷，来3、2、1走。啊，15 Ultra 也出问题了。也出现了。啊，都有这种加载啊。现在我们3台手机都是电信卡上网刷抖音，联通卡打电话，继续刷。感觉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啊，包括内容。那我们刷快一点吧。哎，X200 Pro 跟小米14 Ultra 都出现那种好几下刷不动的啊。哦，15 Ultra 也有一点点。但我感觉15 Ultra 会好一点。OK 吧，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吧。这台小米15 Ultra 我是当做纯新机来用的呀，并没有去导入其他手机的数据，也就是说它这个今天这个死机的问题，或者说它不响应的问题，并不是因为以前的数据导致的，它是纯新机状态。这台小米14 Ultra 呢，我买的是20啊，然后它这个镜头上面是有一点点小的划痕的，
但应该不怎么影响拍摄效果。那么现在菜品上齐了，我们就由大师来拍一下照片。都是他们默认的 HDR 啊，然后小米呢我们就用徕卡生动 ，vivo 呢我们就用鲜艳啊鲜明模式。你自己看看14 Ultra 的这个取景器，你看你想不想吃啊？很寡淡啊，这个颜色。其实我是会觉得它是饱和度高，但是又暗一些，哎，这张很明显了，它会比实际的亮度要暗一点。暗很多啊。嗯，对。这3台手机都有长焦微距啊，那我们就用长焦微距都来拍一下。小米我们就用那颗3倍的，因为15 Ultra 的只有3倍有。长焦微距的效果感觉还是不错的嘞。啊，vivo 这个明显好看一些啊。这个很可口的样子。哇，这个白菜真的超明显。重头戏小米15 Ultra 啊，它这个拍照界面确实跟小米14 Ultra 不太一样了。哎，我感觉15U 这个要好看一些。哎，这个取景框没有14U那么暗了。那这3台论那个近的距离的话，是小米15 Ultra 是最近的，但是颜色方面还是没有 vivo 那么鲜亮吧。而且它其实也没有很真实啊。吃饭期间我们就看 B 站原画直播，并且打开弹幕。这3台手机现在亮度就是中间的14U 会稍微低一点啊，把它拉到跟其他2台差不多吧。其他2台亮度是在这个环境下看着比较舒服的。这3台手机呢都有一些这种跷跷板的效应啊。小米15 Ultra 感觉是最不明显的，中间这个X200感觉会稍微明显一点啊。最明显的就是那个14U 了，非常的明显啊，翘起来很多啊。吃饭期间我们已经看了半个小时直播了，先来看一下电量。小米15 Ultra 还有80%，小米14 Ultra 还有69%。vivo 还有78%。现在是下午的2点29分，我们今天用了1小时53分的手机。酒足饭饱了，打会儿金铲铲吧。没有喝酒啊。这一台小米15 Ultra 可能是刚刚发布啊，目前它的金铲铲只支持到60帧加极高的一个画质啊。另外2台手机是支持120帧加至臻的最高画质的。那我们今天就迁就一下小米15 Ultra 吧，开打。雷军快点适配，雷军，你不会库克吗？友好交流一下，都是高管。你应该让小马赶紧适配吧。我上次见到的3人男子团体是 TFBOYS， 所以你们是什么？我们是 TF 第5代。所以你是谁？王俊凯？我是王俊凯他。我操！我不要跟你说话。我不接了，我不接了，我不接了。他不是我们团队的，他只是今天过来帮忙的。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什么都不是。他是我爸。我操！在线认亲了。大家还是能够看到，这3个人还是比较拥挤的。一般坐在中间的这个人呢，是因为你的镜头视野太小了。是因为这张桌子太窄了吧？超轻薄的大屏跟小屏机都能做到6000的话，你会选哪个？大屏啊。你选大屏，你呢？我选电池。电池呀。肯定选大屏啊，越大越好。小屏也超轻薄吗？小屏不一定超轻薄。那选大屏吧。但它摄像头什么有减配怎么办呢？摄像头减配就选小屏。这个15 Ultra 刚才打游戏的时候，它出现了会自动降亮度啊，然后这个手机也没有发热，现在外面天气大概就只有几度的样子啊。国外的一个测试啊，小米15 Ultra 充满需要63分钟，三星 S25 Ultra 充满需要69分钟。电池大1000呢，还比它快呢。然后续航时间，三星 S25 Ultra 8个小时，小米15 Ultra 7个小时33分钟。8个小时，你认真的吗？上次你跟我们一起测的。那它图里是这么写的呀。放视频8个小时吗？所以给大家说一下吧。国外特供版，好吧。这把机器人我们打了34分钟，3台手机的帧率跟网络都没有什么问题啊。现在小米14 Ultra 还有57%的电，小米15 Ultra 还剩70%的电。vivo 现在是69%的电呢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地下车库去扫码吧。现在我们来地下车库，用微信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，来3、2、1走，都是4G 网络。哦，最右边的小米15 Ultra 是比较快的啊。vivo 最慢。对，跟大差不差吧，但其实也没有差多少啊。现在3台手机呢，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、5米的样子啊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人在面壁思过啊。来，3、2、1走。哦，小米15 Ultra， 哦，它放大了 ，OK， 都放大了。小米15 Ultra 扫出来了，它好像是第1台在这里直接没动就扫出来的。这就是实力，懂吗？14 Ultra 放大的倍数是最小的啊，那我现在往前走吧。这个取景框里面是可以看到 vivo 的要亮一点，但是 vivo 的要抖一点啊。哎，哦，14 Ultra 扫出来了。啊 ，vivo 还是会稍微差一点啊。14 Ultra 大概在这个位置。15 Ultra 就在后面了。现在我们在这个很暗的地方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，还是微信啊，大概1米的样子来，3、2、1走。
几乎没有区别吧，三台手机都挺快的。现在三台手机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3米的样子啊。来，再来一次微信，3、2、1，走，都是4G 网络。OK。vivo 和小米15 Ultra 扫出来了14 Ultra 会稍微慢一点。那他们扫码能力其实在这里都还挺不错的嘞，很快啊，就比我们上一次那个3台旗舰还要强。对，现在我们开始打微信视频通话，现在前置。首先 vivo 的这个它的取景范围要比这2台小米要近很多啊。然后呢，它的默认的这个美颜效果是还不错的啊。14U 呢也还正常吧。最恐怖的就是这个15U 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脸上非常多的麻麻赖赖啊。我们再看一下后置吧，14U 的这个亮度还是有点低的啊。其他的话就是 vivo 还是取景范围要近一点，细节跟帧率其实就没有很大的区别了吧？感觉15U 这边会稍亮一点啊。3月的长沙啊，爆批了。我来参加你们节目，你们要给我算工伤啊？为什么要给你算工伤啊？我要冻死了。之前是没有过手套的啊。哎，另一个手套呢？你手都冻红了。对应的手套呢？把另一个手套交出来。哎，你拍一下你的手吧，你手都冻红了。朋友们，我们走着走着发现这个小米14U 它这个主摄起雾了，能看到吗？正品啊，正品。因为我们之前测小米14U 的时候，它也起雾过，它这个雾应该一会儿就消了吧？大家可以看到吗？15U 是没有问题的哦，超200也是没有问题啊。我们刚才打了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，小米15 Ultra 还有65%的电量。小米14 Ultra 还有49%的电量。vivo 现在还剩64%的电量，现在是下午的3点31分，我们今天用了2小时49分的手机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3台手机对比一下录像效果怎么样。就是在小米14 Ultra 呢，它的雾气在我们走动的过程中已经消掉了。应该是温差太大了刚才，但是另外2台都没有啊。好的，现在开始录像啊，4K 60帧，拍我们的优雅小宝。我现在慢慢的向它走过去。从这个取景框里面看的话 ，vivo 是最真实的啊。现在我在走着慢慢转圈。我觉得防抖3家好像没有很大的区别，从取景框上来看的话，只是这个14 Ultra 的画面真的好丑啊，多了一些这种奇奇怪怪的细节。我现在再远一点向它跑过去啊。他们都是标准的默认防抖啊！我现在再跑一下转圈。现在是这样啊，我们在用他们的最长焦的那一颗镜头，X200 Pro 呢是3.7倍85毫米的这一颗，14U 呢是5倍的那一颗，15U 呢是4.3倍的这一颗啊。我们再用长焦拍一个4K 60帧的视频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我会慢慢的往前面走啊，来帮我点一下，开始慢慢的走。哦，小米的这2台的防抖感觉都贼稳呐，都是他们标准的啊。但是从画面里面来看，还是 vivo 的会比较真实一点。它们的焦段还是会有一点点区别啊。我们现在再来拍一下我们的小宝啊，用这个长焦段镜头啊，因为它架在架子上嘛，所以拍的地方可能会不太一样啊。我现在向它跑过去吧，直接大家看一下防抖。我们来再拍一下人像啊，拍照我们就从35开始拍，就拍35、50、75或85，再拍一个135啊，其他的都是默认的，我们都不会去多调。我觉得小米15U 比14U 拍的要好看一点哎，vivo 的人像还是比较好看嘞，而且在整个的拍摄过程中啊，这个 vivo 的屏幕亮度都是最高的，然后小米的这个3倍，它这个人像感觉没有识别到人脸哎。小米的这个4.3倍，它的背景虚化还是比较明显的，而且比较自然。那我们在这里拍一下远处的长沙音乐厅啊，什么焦段都用一下来吧，都是他们默认的，我们都用的是徕卡生动啊。vivo 我们用的就是鲜明啊。14U 的超广角是要比15U 的要广一点的，它显示是0.5，应该是12毫米吧。我觉得小米这个长焦还挺厉害的，即使我现在放大到30倍，它已经默认开启 AI 了，我觉得这个细节还是很好哦。14U 的这个30倍它也开启了 AI， 但是感觉是没有15U 的好哦。vivo 的这个到30倍其实可用度也还可以了，但它的取景框是没有小米的2台清晰的啊。今天没有大太阳，所以 vivo 呢几乎拍不出炫光了。再拍到60倍吧。刚刚我稍微看了一下成片，我觉得15 Ultra 的这个30倍是真的好清楚啊，比 vivo 这个还要好哎。vivo 这个很明显的有锐化啊，
它是有明显的处理痕迹的呀，它把一些细节感觉都涂掉了。对，小米有点东西啊，感觉。刚刚我们在这里拍了20张照片，拍了3分钟的视频。现在小米14 Ultra 还有33%的电，小米15 Ultra 还有55%的电。哎，vivo 现在也是55%的电了。现在是下午的3点59分，我们今天使用了3小时15分的手机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去坐地铁了。去坐地铁的路上呢，我们就刷一会儿信息流。先来抖音吧。突击检查，快刷，好像还可以啊。哎，不行了，突击检查。我的抖音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啊，很无聊。你的抖音就是这些东西呗？那你觉得好看吗？挺好看的，怪好看的。大家都想看你的。刷了10分钟抖音了，快到地铁站了，现在换小红书吧。欢乐的抖音时光结束了啊，没意思，随便刷了。17 Ultra，15 Ultra 这次说是有2个供应商，华星和三星。我这一台我查了一下，我的这个是华星的屏啊，自家的屏啊。年终奖在这里面，华星的15 Ultra。最好给我发。可是你不是说它阴阳屏吗？没有14 Ultra 严重啊。现在这个室内的话，它的亮度还是X200 Pro 会比较高啊，几乎今天全程都是X200 Pro 亮度会高一点。其次就是15 Ultra。你什么姿势啊？你这是990力。啊？哎呀，腿有点麻了。看到钢管有点情不自禁了是吧？职业病犯了。刚刚我们已经刷了10分钟的小红书了，现在来刷淘宝。看一下你的淘宝。Got you。你怎么又刷到它了？上一次你出现那个什么，这一次呢？出现了什么？我不想说。你就说不出来，就是你常用的东西。肯定记不得了。快点猜你喜欢。6维地黄丸。嗯？你虚啊？你也在看，为什么不能是你虚呢？摄像头识别到你的脸了。这是你的账号呀。但是这个号我都不用啊。又不用了。我们现在已经输血量了，刚刚一共刷了30分钟的信息流。3台手机都在五一广场那个人流量特别多的时候啊，出现了一点点刷信息流的卡顿，其他就没什么问题了。现在小米14 Ultra 还有25%的电，小米15 Ultra 还有49%的电，vivo 还有48%的电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34分，我们今天大概使用了3小时45分的手机。接下来呢，我们3台手机就会用百度地图的步行轨迹窜一下南门口的巷子，看看谁更准一点。你今天这个续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今天没搞什么高负载的了，我们今天一把王者还没打的。一切就在我预料之中，这14 Ultra 续航就是逊呐。我就这么说吧，好吧，那天我刚拿到这个手机，它是50-60的电，然后我就正常的下软件，下完更新，到了晚上的时候它就4%了，就下了个软件哦，然后第2天早上起来就直接关机了，我正好抽了个充电，所以我对它的续航是非常有信心的，就它续航就是很烂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今天一定能提前下班。虽然你这个只有96%啊，但是也不会差这么多吧？对啊，现在才亮屏了不到4个小时就只有20%多，我们今天到现在一把王者都没有打，很夸张。今天这个怎么回事啊？就这个路我们是非走不可嘛。老朋友今天还是在这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小米15 Ultra 的这个箭头啊，它一直在上下的抽动啊。它现在，哎呦，看到了，vivo 也抽了一下，又抽了吗？它是左右啊，15 Ultra 这个箭头的方向是和我们的路线是反的。就这个问题，哪个地图好像都有哦。我们走了差不多15分钟，将近900米，终于到目的地了。先看一下3台手机的起点呢。最准的应该是 vivo， 是在这个南门的这个位置啊。其他2台呢就稍微偏外面一点点，但是不多吧。再往里走走看。这一节刚进去的地方 vivo 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这种小犹豫呢？其他2台都还比较准吧。沿着巷子往里走，都不是很在路上，但是中间这台14U 还勉强在路上了一下啊。回头路呢？各有各的差法吧，但是硬要说一个比较准的，应该是15U 啊，它这个上面的这个线路是比较符合我们走的轨迹的。这2台，尤其是这个14U 是最不准的。接下来的这一小节的话呢，看样子是小米14U 啊是比较在路上的，15U 呢会稍微偏一点，但是它这个拐弯的这个地方是比较丝滑的啊。然后 vivo 呢跟小米15U 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它这个拐弯的地方是有一点奇怪的啊。就这一节呢，3台手机大差不差吧，全都是在楼上面啊。大奈小池这个位置是小米15U 最准啊，在这个路上的啊。其次是小米14U，X200 Pro 就会稍微不太准一点。再往这个地方曲折走。等一下，14U 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打转呢？按照这个路线来看的话，是 vivo X200 Pro 比较准啊。15U 呢就幅度稍微显得小了一点了，然后是穿着楼69栋这个位置啊，14U 好准啊。对，14U 就是在这个69栋的下面，这个是对的。其次的话是15U 啊，比较准一点。
vivo 呢就稍微偏的多一点。有没有屏像？3台手机倒是差不太多吧，都有在路上，也都有没有在路上的地方。我们在这个位置停留一下，去上了个厕所。vivo 这个就稍微有点奇怪了啊，然后其他2个都没有进厕所，但是我们几个人是把手机拿在外面的啊。最后就是主坛街了，比较开阔。等一下，这一节就是小米14U 不太行了，它有左右横跳。然后15U 非常直的一条线 ，vivo 也还行，但是这里出现一点小拐角啊，这一节是比较开阔的。那小米15U 还不错了，在3台手机里面表现是比较好的。14U 就是某些地方比较准，然后呢，X200 Pro 呢就相对来说会差一点了。但是15U 的它那个箭头是一直是错的，虽然它箭头是错的，但它准呢。那大家觉得哪个更重要呢？现在我们正好来到杜甫江浙这里了，就让大师再来拍些照片吧。这个画面呢，就是大师和他的2个保镖、2个助手，也是从超广角开始拍。我要拍到20倍 ，vivo 用的是3.7倍 ，vivo 还是鲜明，小米还是徕卡生动。从取景器上来看的话，我觉得 vivo X200 Pro 是比小米15 Ultra 要真实一点的。小米14 Ultra 我觉得是比小米15 Ultra 要稍微不那么真实一点的啊，这个屏幕的发色啊，当然成片是不一定的。虽然X200 Pro 呢，它的取景框不是那么的清楚吧，但是它的颜色什么的还原的还是 OK 的。现在是下午的5点03分啊，这边的游客服务中心已经亮灯了。那我们在这里拍3张，这里我就不用超广角了 ，vivo 我就用1倍、3.7倍。和10倍吧，我感觉 vivo 10倍的时候对那个游客服务中心的游客2个字没有对上焦。小米我就不用那个3倍了啊，15U 防抖好像是比14U 要好一点，我感觉。从取景框里面看的话，小米14U 它压高光是牺牲了那个周围的环境亮度的啊，就是它周围的环境会显得非常的暗。我们把10倍这一张打开吧。这个 vivo 呢，它环境也挺亮的，然后高光也压了。小米14U 呢，就是它为了压这个高光啊，它把环境压得特别的暗，而且高光感觉也没有压得特别下来。然后再看15U 啊，它就比较好一点了，它环境还是会稍微亮一点的，而且中间的高光也压得比较好啊。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吧。刚刚我们步行轨迹记录了15分钟，还拍了10张照片。现在小米14 Ultra 还有17%的电，小米15 Ultra 还有43%的电。vivo 现在也是43%的电呢。现在是下午的5点07分，我们今天正好使用了4小时15分的手机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3台手机高德地图车载导航去河西，看看他们在南葫芦隧道里的表现怎么样。还没打王者的呢，马上要崩了14U。好呀，那我早下班我就看你们玩。我们在车上已经行驶一会儿了，这辆右面的小米15 Ultra 重新拆装过了高德地图。发现它没有3D 车道机导航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们软件版本都是最新的啊，而且现在中间这个小米14 Ultra 真的好暗。我们在15 Ultra 的高德地图更多设置里面发现车道机导航是打开的呀，但是它就没有显示，跟其他2台都差很多。这个界面，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到隧道里了。3台手机都在隧道定位中啊。15U 现在还是没有车道机导航。现在3台手机的进度是差不多的，而且他们3个屏幕也都暗下来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在弧线上行驶了，他们的进度也都是差不多的。我们准备要进入到左侧的岔路口了，前方会入出口。现在已经进来了。左边的 vivo X200 Pro 和中间的小米14 Ultra 出隧道的时候都跳了一下进程啊，但是右边的15 Ultra 没有3D 车道机导航，看的就不是很明显。我们现在已经汇入到主路了。我们刚刚又重新开关过右边小米15 Ultra 的3D 车道机导航呀，发现它现在就是没有适配。好的，我们这次车载导航的时间比较短呢，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。我们一共导航了13分钟，终于来到了目的地。整个导航过程中，3台手机表现都还可以啊，但是由于小米15在3月4号还没有适配3D 车道机导航，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后续表现会怎么样吧。现在 vivo 还剩41%的电，小米14U还有13%。小米15U 还有40%。现在是下午的。等一下，他现在超过你了啊！没事，等会儿会超回来的，狠狠的超。你们2个互相抽。现在是傍晚的5点33分，我们今天使用了4小时32分的手机，那我们赶紧再去喝点东西吧。我感觉你要记了呀。我们现在找到了一辆共享单车，用支付宝扫下它的2维码，3、2、1送。哦，15U 还是挺快的，但是加载会有点慢。但是14U 为什么出现广告了呀？我们在书玉店门口再扫一下它2维码，支付宝送。这一次是15U 快一点，其他2台差不多吧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信号比较抽象的书玉商业草了。我们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微信的视频了。现在3台手机全都是联通的4G 网络啊，没有进入这里的5G 陷阱。中间的小米14U 已经低于10%了，知道了，它生命即将燃尽了啊！我们来3、2、1发送，还是 vivo 导出的最快啊。
哎，小米15U 开始先发了，中间的14U 就还在转圈呢。左右两台都开始有进度了啊。X200 Pro 在这里的进度是远远比他们两个要快的啊。我怎么感觉14U 要把15U 超过了呢？X200 Pro 已经发完了，14U 加油！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亮度啊，还是最左边的 X200 Pro 比较高啊，其次是15U。反超不存在的。15U 第二个发完了，14U 呢还差一点。那他们两个的速度就比 X200 Pro 要慢了很多了啊！我们刚刚已经开关过这3台手机的自动亮度了，现在 vivo 很明显的是要比2台小米要亮一些的啊！现在3台手机全都是联通的4G 网络，我们再下载一个300兆视频素材啊，点。好，可以看到现在 vivo 呢还是有广告的1兆都没上啊，怎么全都是几百 K 啊？相对来说还是 vivo 要快一些哦。2台小米就说差不多吧。我们下的是同一个视频文件啊，但是它们显示会有点区别，实际上是一样的啊。3台手机我们都是打开了环境色自适应的，并且屏幕的色彩都是专业啊。我从侧面看呢，这个 vivo 它是偏黄，14U 是偏绿，然后15U 是偏蓝，反正各有各的偏法吧。我们从这边看一下吧，确实。但是其实色彩变化最小的应该是 vivo， 因为它本身你从正面看也是偏黄的。现在这个店里其实基本上只有我们几个人啊，就没有什么更多的影响吧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速度就是这么的慢呢？好的朋友们啊，这个 vivo 呢开标了 1.6、1.5，其他两个就是300多 K 啊。不愧是我用的手机啊，现在就降下去了。你别说话吧，它就上来了，你看它一不说话就上去了。哦 vivo 现在是一骑绝尘的。那确实在我们的体验里面，就是天玑9400它的强网感觉是要比骁龙要好一点的，要比8E这一代要好。但是它在厕所的表现就不太行啊。完了朋友们，现在 vivo 变零了呀，它变成你了怎么办？不是我，就是大家都差的时候呢 ，vivo 也不会比他们差多少。但是呢 ，vivo 是起得来的啊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想摇一摇啊。被套摇下来了，摇到地上去了，摇到地上去了。你们看啊，它这个地上全都是。哎，这不能怪我吧？你看它这个杯套，你看它做成全包的，这不能怪我吧？哦，就是卡不住是吧？那如果你想晃一下，那它不就一定会掉吗？踩我一身，我靠，差点。OK， 这边 vivo 即将结束，好 ，vivo 已经下完了。小米14U 下了191兆，15U 下了152兆，并且 vivo 结束后，这2台小米的速度也没有明显变快啊，所以我们就不等了吧，太慢了。这台X200 Pro 已经转了快1分钟了，还没有进去。我这边也转不上，我还要扫码。15兆也进不去，我还要扫码登录呢。15兆也不行，完了呀！今天信号格外差，直接滑铁卢了这里。哦，从那弹出来了。现在里面网络信号太差，他们去蒙丑了。小米15 Ultra 率先进到游戏里啊！那我还是更胜一筹啊！这怎么直接站到门外面去了？哪台手机还没进来？2台都没进来。小米14 Ultra 先进来了，你这 vivo 最垃圾啊，还好意思说？我2台都重进了一下游戏啊，但是这个 vivo 还是没有界面啊。现在正好是这些大学生们放学呀。外面好多人，所以可能信号就不是很好啊。但我说实话，我们已经站在这个外面了，不至于游戏都进不去吧？这也太拉了吧！把 vivo 切成电信卡吧。刚刚我即便在外面 vivo 的联通也是进不去游戏的，我就先切到电信啊，进去之后啊，现在又给它切回联通了。我们在里面我先用联通玩吧，实在玩不了，我们再用电信卡。3台手机的设置都一样的，都是120帧加自定义最高。这把游戏才打了1分钟 ，vivo 账单已经黄了2、3次了。而且现在延迟有80、90，能明显感觉到它不是很真熟。小米14 Ultra真的稳不住，我已经见过好几次90多帧了，平时也是就是经常会往下掉啊，是因为它电太少的原因吗？没电了，锁住了。小米15 Ultra 呢没有任何问题，81帧。你是不是马上就要没电了？哇，我这14 Ultra真的也太不稳定了吧！就刚刚兵线有点多，中路站了几个人，我这上面直接变成69帧。今天的温度是很低的，而且现在网也变卡了。红了，是因为电太少了吗？我也挂了。王者打了2分51秒啊！小米14 Ultra 已经要记了，刚刚提醒要进入极限续航模式了，并且它现在网络是变得460的。没了，极限续航模式了啊！但是它动画有点卡，还没进来。啊！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卡了吧！它正在缓慢的进入极限续航模式，别急好吧？这已经进入到极限续航模式了吧？没有啊，它上面电量都没了。极限续航模式不是长这样的呀？怎么长这样啊？那你的壁纸怎么黑屏了呢？好奇怪啊！它应该是这里只有几个软件啊，后面是好多加号的呀，是什么？又卡 bug 了？那我继续打，干没电。
干！你看我现在下滑撞了来是没有任何反应的，我现在就是在极限续航模式里面，但是它卡在我的那个桌面的界面里面了。小米15 Ultra 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任何问题。就是死了是吧？vivo X200 Pro 的帧率没什么问题啊，网络偶尔会变黄，现在延迟也有80左右，还是挺高的。怎么说又进到游戏里了？正在充电，但我好暗，而且我现在调不了亮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而且我预测我进入游戏应该就是稳60帧，因为极限续航模式锁60。小米15 Ultra 460了，还是460哦，变黄好了，大概有4到5秒钟。OK， 我现在已经重连上了，但是这个帧率就是你看39帧、34帧、28帧。我的天呐，这能它玩呀？应该是锁60的，因为我在极限续航模式里面。又黄了一下。好，还在黄。15 Ultra 现在好了。小米14 Ultra 差不多是5小时6、7分钟的样子进入到了极限续航模式啊。现在看看它还能再坚持多久吧。太暗了，这我怎么玩呢？又暗又卡。小米14 Ultra 不动了，关键时刻呢？直接卡住了。又动了一下，又好了。回光返照了，我以为它没电要关机了，它画面就直接不动了。好，要没了。现在是晚上的6点16分了。今天他用了5小时13分钟，但是在负载比较低的情况下啊，它总共就只打了5、6分钟的王者荣耀。而且他现在王者就是60多帧呢。虽然说它比我们上一次的续航要好了，但是负载真的比上次低很多。OK， 没有电了。下班了，我下班了。OK， 你杀青了呀？此时 vivo 还剩30%的电。小米15 Ultra 还剩29%的电。你们加油，4打5一定打得过吧？赶紧投了算了。我开炉一把。但是现在知道谁是老板了吧？折叠屏用的飞起，开始饮茶了。我也没失足。你现在给它充一下电吧，等下晚上还要对比拍照的。哎，这续航也太差了，我这手机我绝对不会买的。1年多以前的机，现在对它这么苛责干嘛呢？它当时续航也不算很好的吧？对啊，我们第一把游戏打完了，然后一共打了16分38秒，然后小米15这么精准。然后小米15 Ultra 呢，在游戏中有过一次460的现象，大概持续了4到5秒钟，然后它的帧率是非常稳定的，总体来说游玩体验还可以。X200 Pro 的帧率没什么问题啊，网络一开始的话黄的比较频繁，有80、90的延迟，后面就50、60就还好了。我们第二把游戏打开的是还是均衡模式，但是我们会把游戏类的一系列的优化设置会给它打开，比如说触控增强，然后 GPU 小米的是调成了高质量，它呢是打开了画面优化。跟大家讲一个坏消息啊，第二把游戏这个人又玩了上次他喊金德明的那个英雄，他还特意跟我说，没有喊住啊？你知道我把那一期视频拿出来吗？你在说啥？好，我看你今天这里这么多人，你叫不叫得出来啊？我叫了干啥又不是我，那你叫呗。我为什么要叫？我不想叫。这个辅助就是找不到该跟谁，谁弱我跟谁。你肯定是跟高手啊！高手去拉屎了，朋友们。他都已经没血了，直接把他野区禁了。你怎么不喊技能名字啊？我想听你再表演一遍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什么技能名？湮灭之锁。不是你喊的吗？我没喊啊，是他直接喊的，我都不打。那你刚才说的是什么？你刚才说的是什么？就是能听他喊的呀。我都不打这个那你都游戏的。记住了，那肯定记住了啊，我的解释屏啊。说明你还是很想喊。你算了，我们执法记录仪全都记录下来了。我说他吃完了，好吃吗？有点发酸。你们觉得这个手机续航好有什么好处吗？那不全是好处吗？就你们看啊，这个人啊，已经是这个状态了啊。你们现在还讲手机续航好吗？打游戏不是很好玩吗？那他都好玩不了啊。卡了，460了。好。哎呀，好了，持续了不？哎，还在460吗？还在。那你也不行啊。没好了，又红了，没有460，你呢？没有任何问题，我的延迟比上一把甚至更低了。大声的报出你们现在的电量。18、22。你还嚣张吗？但是他卡呀，我不卡。卡了一下而已嘛。谁跟你说这个了？现在在聊电量。那在高端局胜负就在一瞬间。没有X200 Pro 又红了，还好我已经炸了。你的死亡时间也没有倒数哎。你呢？你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啊，我说让他们多活了5分钟。
不然我早就把他们一波了。好装啊！随随便便杀了14个而已了。我们第2把游戏打了15分43秒啊。小米15 Ultra 整个游戏过程中没有任何的问题啊，帧率和网络都是非常的稳定。正是因为这么稳定，我才能乱 C， 好不好vivo X200 Pro 的帧率没有什么问题，网络有2次很明显的460，而且时间还比较长。就它开了这些其他东西，可能会挤占它信号的空间吧。这样子啊。现在是晚上的6点48分，我们今天用了5小时44分钟的手机了。vivo 还剩20%的电。小米15 Ultra 还剩16%的电。现在差不多外面天也黑了，我们就看看小米15 Ultra 这个夜神保不保真。好的，现在呢，我们在晚上这个街道上啊，有一点小路灯呢，还有一点点灯牌的灯。我们来录一个视频先，都是4K 60帧啊，然后都是他们的标准防抖，就是 vivo 的这个画面明显是要亮一些的啊，非常的明显啊，它其实一天的亮度表现都是这样的。好的，现在我慢慢的向它走过去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夜景。小米14U 是有很明显的鬼影的，小米15U 也有鬼影啊。从这个画面上来看的话，是 vivo 会比较真实一点。慢慢转圈。vivo 的眩光还是有点明显的哦，在这个晚上啊。好，现在向它跑过去。OK， 再跑着转圈。我觉得整体的效果差不太多吧。你们可以看这边这个灯牌啊，就是 vivo 它可以在保证画面别的亮度都还挺亮的情况下，它的灯牌也是可见的。我们都是把它的 HDR 关掉了的。现在我们用的是他们的长焦啊 ，vivo 呢就是3.7倍，14U 就是5倍，小米15U 就是4.3倍啊。我现在慢慢的向它走过去吧，我就不跑了。我觉得 vivo 的画面是真的要好看很多的啊。好，他们都是切换到了那一颗镜头的，而不是裁切的。OK， 那我再跑过去吧。OK， 这是他们的防抖的一个表现了。转圈就不转了。刚刚至少长焦这个镜头啊，我觉得 vivo 的那个录像是完胜的啊。刚刚的4K 60帧的夜景的视频是拍了2分半钟啊，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刷微博呀，然后有一些地方负载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嘛，比如说金铲铲是60帧，所以我们就多录一下像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在我们再拍一下人像啊，还是那几个焦段，来吧，依旧是拍我们的优雅小宝啊。我觉得小米14U 的这个鬼影还是比较明显的，不知道成片上会不会有。小米14U 的120毫米这个焦段是出现了大概1秒钟的快门延迟啊。小米15U 这个夜景人像还可以嘞。小米15U 这个4.3倍虽然感觉到了有一点鬼影啊，但是挺亮的。触发了大概1秒多快2秒钟的转圈啊，也不知道这种成片怎么样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但是鬼影是挺明显的吧，好大一个鬼影啊。X200 Pro 从这个屏幕上看真的好亮啊，它可能屏幕就比较亮了，它本身这个画面也会亮一点啊。vivo 的这个135端它也是触发了大概半秒钟的等待吧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在这里呢，再拍一下那边啊，那边有一个店，它那有一些零散的灯光和一个比较亮的灯牌啊。vivo 的这个超广角已经要触发那个等待了。3.7倍在这个情况下还是比较容易触发的，都是用的鲜明。10倍我就不拍上面那个灯牌了，拍底下这些座位吧。就从现在的这个取景框来看，14U 这个灯牌这边完全是过曝的，而且它也触发了一定的等待哦。切到主摄之后呢，就 OK 一点了，它高光是压住了一些了。这个3.2倍明显是要暗了一些的，相比于主摄来说，15 Ultra 的这个取景框在这个超广角的地方，它其实也是非常过曝的啊，是看不出一些什么实时 HDR 效果的。我们 HDR 都是自动的啊，而且它晚上从超广角切到1倍好慢呢。这个1倍的效果，我觉得也是14U 的好一点它那些高光的地方都挺过曝的3倍的话还是感觉14U 的会好一点哦，那个压高光的效果。我拉到10倍之后，我感觉它的亮度还有清晰度都是比 X200 Pro 要高一点的。成片不一定啊，从取景框上看是这样子的，而且它也没有触发什么很久的等待啊，就大概是0.5秒左右吧。我们又在路边找了一个没什么光的地方啊，我们就用主摄和它的长焦再拍一张啊。14U 呢就是1倍跟5倍。
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光了啊，看不到什么东西了。14U 大概是触发了2秒多的一个转圈啊，转了大概3秒钟，其实转的蛮久的了。它甚至还有点抖，它确实是用这个5倍拍的，可是它底下的这个信息显示的是0.3秒的曝光，但实际上呢转了大概3秒钟啊。多帧合成比较久，而且感觉它多帧合成的也不是很好，它已经有点抖了。我们再看一下15 Ultra 啊，从这个取景框上看，它就已经比14U 要亮一些了啊。15U 的1倍大概是触发了2秒钟的一个夜景的转圈啊。好，再拍4.3倍，哦，它切过去好慢啊，而且好卡呀，显示是3秒，实际上转了3秒到4秒的样子吧。这个成片它是明显比14U 要好一点的。而且它几乎没有抖 ，vivo 从取景框上看就会亮很多哎，大概触发了不到1秒的夜景啊，它的1倍 ，vivo 的长焦镜头触发了不到3秒钟的夜景啊。从这个成片来看的话 ，vivo 是清晰很多的，而且丝毫没有抖。大家到时候就看一下这个成片嘛，这是比较暗的一个环境了啊。我们再拍几张灯牌就结束这个环节。那边呢还有一些比较暗的没有什么光的地方，那我们就拍1倍，然后3倍左右那一颗跟10倍吧。vivo 呢3.几倍跟那个10倍就是同一颗了，3.7倍拍那个地方还是触发了1秒多钟的转圈啊，10倍大概触发了3秒钟的转圈啊。vivo 这个10倍的成片看着就很惊人啊。我们来再看一下小米15 Ultra， 小米的1倍是几乎没有触发那个转圈的等待的，它的快门速度还是很快的，它这个3倍也没有触发那个转圈啊。15 Ultra 的这个10倍大概触发了也是3秒钟左右的转圈啊，这个成片就明显没有 vivo 的这么锐利啊，而且是感觉有一点点抖的。但是我都是手持的呀。从成片来看的话，我觉得是X200 Pro 好像是要好一点的哦。这个夜神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神吧？哇，14U 我感觉它这个长焦应该是裁切的吧，因为它这个10倍完全没有等待，而且它还不是裁切的。哇，那我觉得它这个也还不错哎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是很暗的那个地方，我们肉眼其实是有一点看不清的。我甚至觉得14U 拍出来的还好一点呢。这个15U 我就再重拍一张10倍啊，因为我怀疑我手可能抖了，好吧？好，这一下我确定我没有抖了。我从成片来看，怎么感觉还是有一点点糊糊的感觉啊？字体边缘没有那么锐利啊。X200 Pro 我也再拍一张啊。取景框就是X200 Pro 明显是要亮一些的，可是清晰度是不如小米的，等待的时间是差不多的。200 Pro 这个明显要锐利很多呀。14 Ultra 就不拍了，它已经没有电了。我主要是为了它们电量是一样的。刚才呢，我们拍摄了16张照片以及2分半的视频，小米15 Ultra 还剩9%的电。vivo 把它秒杀了，现在还有15%的电。现在是晚上的7点19分，我们今天用了5小时58分的手机。哎呀，那我们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去吃晚饭吧。走吧。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23分了，我们今天拍照的强度还是挺高的，所以我们晚饭期间呢就打一把王者荣耀吧。我们最后一把王者荣耀2台手机都打开了性能模式，其他什么画质什么选项都是调到最高的。这个亮度我一定要说一下，X200 Pro 的比小米15U 要高很多呀，把它们调到一样吧。迁就一下你吧，我锁一下。你来跟我吧，我来当一下肾虚对抗路，我们一起孤立这个甜甜小情吧。不想跟你怎么办？但你不能跟他，我们要孤立他。此时这边有一位孤独寂寞的人，他已经早就被我们孤立了。我很快乐的玩手机啊，你都已经杀青了，为什么还跟我们一起吃饭呢？什么不是啊？你结束了你就走了呀？那我不走不走？你就不走啊？我就不给你吃。朋友们，BE了，BE了，已经分开了。这个人有新欢了，你别跑。怎么回事？怎么5%了？没办法呀。你多少？什么垃圾？我这13%呢。哦吼，你后面崩了呀？不说话。前面领先1%，有什么用？你为了吃饭还是要做点事情的吧？我这件事情做完了，好吧？你为什么要手撕鸡哥呀？用剪刀不方便啊，太烫了，我操！我今天特地搞了2个手套，搞2个更容易掉，你知道吗？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如果找2个手套更容易掉啊！哎，我说1%了，快要没电了啊！你要崩了！小米15 Ultra 只有1%了，然后我的现在帧率刚刚掉了98了，现在又回来了。那它这个后面的电量很不经用啊，很虚哦。对。今天我们才用了6小时10分钟啊，你马上就要 GG 了。我现在电量低以后，它就会帧率会掉到90帧左右。那我之前14U应该就这种情况了，因为我2%的分开打。赶紧对，赶紧，不要扣我的分，不要扣我的分。你要雷总给你补点分呐。你的幸运分保住了，这把游戏10分钟马上就结束了。哦，结束了。OK， 如果不是我的技术强的话，都打不完这一把。你的手在干嘛？太冷了，我揣口袋呢。这把游戏打了10分钟 ，vivo X200 Pro 的网络和帧率都没有什么问题啊。小米15 Ultra 它的帧率
到没有电的时候会变得很卡，大概会掉到90到100帧，然后它的网络没有什么问题。目前小米15 Ultra 还是1%的电，vivo 还剩9%。就现在菜都上齐了，我们2台手机就放旁边看 B 站的4K 视频吧。因为我们在早饭的时候要放4K 视频啊，但是我们今天还没有放的，我们就放20分钟吧。我们今天就看20分钟的方大同的演唱会啊，唉，很难受，因为他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啊。英年早逝。我们差不多看了20分钟的 B 站4K 视频啊，现在小米15 Ultra 还有1%的电，vivo 就只剩4%了。不会要被我残血反杀吧？会不会玩啊？现在是晚上的8点整啊，我们今天使用了6小时36分钟的手机了，最后的电量我们就打微信视频通话，看看你的小米15 Ultra 还能再坚持多久。哎，它万一干翻了X200 Pro 呢？不可能，不一定是X200 Pro 强。朋友们，现在打了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了呀，现在2台手机都是1%了，这个小米的最后1%真的还挺顶用的，好吧？我们来看看这个 vivo 今天这个1%顶不顶用吧。我们今天2台手机都打微信视频通话，就打到没电，好吧？我觉得小米这1%就是很强啊，他打了4分钟的王者，看了20分钟的B 站4K 视频，然后又打了10分钟微信通话了，还没有用完，还不强吗？哎，强不强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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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了快11分钟啊！啊，强不强？6小时48分钟，最后的强度还是比较低的啊，因为今天他们少打了一把王者，虽然说拍照录像会比平时稍微多一点吧，就关机了呀，没有超级我都把你拖到1%了。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vivo 啊，还能够打多久？11分钟微信视频通话，6小时48，现在49吧。没有电喽，关机喽。这个 vivo 就继续打了，看它还能撑多久。X200 Pro 在就是1%以后打了有20分钟的视频通话了。好多人说要我们再测一次1+13了，说它调了这么久，续航应该变好了。没有变好，不用去测了。反正上一次也是你这台啊。要没电了，马上就要24秒之后就要耗尽了啊！它今天在这种强度下是使用了7小时9分钟，那就7小时10分钟吧。最终呢，X200 Pro 比小米15 Ultra 多打了21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。怎么样，服不服？牛的牛的。现在就由我小米14 Ultra 率先总结啊，它的电池健康度是96%，今天的续航成绩是5小时13分钟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差劲了，跟另外2台比。在各项环境中呢，它也基本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，要么是处于中游，要么就比较差。唯一一点好的就是它的微信视频通话的前置视角比较广，并且还相对自然。5小时13分钟这个成绩虽然比我们上次夏天测14 Ultra 的时候多了1个小时，但是呢，它今天只打了5分钟的王者荣耀，下午就直接没电了，并且上午金产呢也是60帧，负载也不是很高，感觉还是之前那个水平吧，比较不令人满意。那么就交给另外2位可敬的对手。接下来就由我这台今天第2个阵亡的小米15 Ultra 来发表一下总结吧。小米15 Ultra 它的续航时间是6小时49分钟，它的负载和X200和X200 Pro 那一期相比的话，它的王者少打了20分钟，但是它的录像以及拍照都是要更多一点的。那么它总体的负载比上次应该稍微低一点点吧。对于它能有这个表现呢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满意的。毕竟它是一个影像旗舰嘛，它还是一个2K 屏幕，和小米15 Pro 的续航是差不多的，是2K 屏手机里面非常好的了。今天它整体的表现呢，其实还是挺不错的。尤其是在厕所的信号是非常的强啊。无论是电信还是联通，基本都跟没有被影响一样它今天表现不好的点在于，首先它在导航的时候，定位的那个箭头它总是乱飘，永远对不到正确的位置上。还有它的亮度，在这3台手机中，它是比较中间，但不是很爽。而且它在今天的使用过程中还出现了一次死机，然后应用无响应的情况。如果没有这个情况，我还是很愿意向大家推荐这一部小米15 Ultra 的高德地图的3D 车道级导航，也是目前还没有适配的。这台手机呢，之后我们还会再次测试的，我们到时候再来看看它表现怎么样。哎呀，今天的冠军毫无疑问的7小时10分钟还没有彻底阵亡的X200 Pro。它今天的整体表现我还是非常满意的，尤其是它的亮度，在这阴天的情况下，它还是非常的亮的，让我看着很爽。它只有几个小小的槽点吧，一个是在信号很差的厕所里，它的联通和电信表现都不是很好。
然后就是它的微信视频通话前置，它裁的太多了，它的视角就很小。在信号不是很好的疏于朝天草，它的王者网络波动就比较迷吧，挺频繁的460啊，黄色的这么跳。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把这台手机测到没电呢。而且我这台X200它只是一个 Pro 啊，远远没有到小米15 Ultra 这个级别的。我觉得X200 Pro 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的。那么这3台手机的拍照和录视频的项目呢，就让大师来说一下吧。我先说一下小米14 Ultra 呀，拍照就是平平吧，尤其是它那个5倍啊，在晚上的那个录像，还有那个夜景的效果，其实就是一般般了。但是它已经发布了1年了嘛，包括处理器啊那些都是会差一点的，也不过多去说吧。但是你要说它跟15 Ultra 呢有非常大的差距吧，我也觉得没有。但主要呢是在长焦上啊，小米15 Ultra 这个长焦的进步是非常的明显的。但是你要说它夜神吧，我就只好说到X200 Pro 了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成片啊，我至少从这个取景框上看的话，晚上的夜景它无论是拍照还是录像，X200 Pro 在取景框里面都非常的亮。但是X200 Pro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眩光问题啊，大家我觉得可以等一下X200 Ultra。然后这3台手机在白天他们的拍照表现，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区别。但是我是觉得小米15 Ultra它的长焦，尤其是在望远的情况下，是绝对不输X200 Pro 的。但是晚上的话呢，我还是觉得X200 Pro 会稍微好一点。其他拍照方面呢，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前面的成片吧。然后在录像的防抖上，我是没有看出来太大的区别的。你在抖啊？好冷是吧？好冷啊，真的很冷。好，那我就不多说了，他们大概就这么个情况了。小米15 Ultra 这个夜神呢，我看它能够保持多久吧，因为X8 Ultra 跟X200 Ultra 也快了啊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一定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，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，好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哇，今天真的好冷。真的冷死了。